一夜之间192亿美元灰飞烟灭，160万人血本无归。这不是电影情节，这是就在几天前真实发生的黑色星期五。全网恐慌性抛售，道琼斯暴跌超过800点，纳斯达克崩盘，比特币从12万美元自由落体到10万5千美元，爆仓金额创下史上最高纪录。无数人在那一夜看着自己的资产缩水，彻夜难眠。但仅仅过了一个周末，仅仅48小时，特朗普忽然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则贴文：美国想帮助而非伤害中国。就这么一句话，市场瞬间180度大转弯，比特币暴力反弹到11万5，以太币也跟着起飞。那些在周五吓到割肉的人，周一眼睁睁看着市场反弹，欲哭无泪。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市场在耍你，被人牵着鼻子走？如果你有这种感觉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摸到了真相的边缘。因为这一切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剧本，一场叫做 Taco 交易的游戏。而这个游戏今年4月已经上演过一次了。那些看懂剧本的人，在4月到现在赚了超过70%的回报。那些没看懂的人，在恐慌中割肉，在反弹中后悔。现在同样的剧本再次上演，你要继续当被割的韭菜，还是要学会看懂这个游戏，成为在恐慌中捡钻石的赢家？今天的影片我会为大家做一次最全面的拆解。我会告诉你，第一，到底什么是 Taco 交易，这个由特朗普亲手导演的市场剧本背后的游戏规则是什么？第二，这次的暴跌跟今年4月那次是不是一样的配方？我们会做一次详细的数据和历史对比，让你一目了然。第三，面对这种剧本，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情节？我会给你4个可能的剧本预演，包括大摩、摩通等顶级投行的最新分析，以及我的独家观点，让你不再被市场情绪牵着鼻子走。第四，最重要的，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，机会到底在哪里？这部影片我保证会是你近期看过关于这次市场波动逻辑最清晰、信息量最大，也最能帮助你建立正确投资心态的一部影片。请你一定要从头到尾把每一个细节都学完，因为这里面的知识将会直接影响你接下来的投资决策和钱包的厚度。如果你想保护你的财富，如果你想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，那么今天这期影片你绝对不能错过。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重要的信息。在我们深入分析这次事件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一个核心概念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Taco 交易。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有点像墨西哥卷饼，但它跟食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Taco 其实是市场给特朗普式交易策略取的一个绰号，翻译过来就是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。这个名字起得非常传神，因为它精准地概括了特朗普的谈判手法：先放狠话吓唬人，制造恐慌，然后在最后关头又退缩，转而释放缓和信号。想象一下，你跟供应商谈判，先威胁说不降价30%就终止合约，把对方吓得半死，等对方焦虑到睡不着觉的时候，你又笑着说算了算了，降10%就好，我们继续合作。对方瞬间松一口气，还觉得你很讲义气。你看，原本可能1分钱都不用降的价格，现在对方主动降了10%，还感激你。谈判主导权就这样掌握在你手上了。这个就是 Taco 交易的精髓。我们用今年4月那次来看，就一目了然。第一步，极限施压。4月2日，特朗普突然宣布要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，几乎所有贸易伙伴都被扫射。这个威胁夸张到什么程度？如果真的实施，美国自己的通胀会飙升，企业成本会暴增，消费者要付更高的价钱买东西，这在经济学上是不理性的，是一个伤敌1000自损800的威胁。第二步，制造恐慌性抛售。消息一出，全球股市应声倒地 ，VIX 恐慌指数飙到60，市场上到处都是末日言论，说全球经济要完蛋了。所有理性的投资者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规避风险、不计成本的抛售资产。那几天市场真的是血流成河，
第三步，释放缓和信号。就在市场恐慌的时候，4月9日，特朗普政府突然宣布暂缓对部分国家的关税。你看，这就是典型的临阵退缩。他在社交媒体上开始放软话，说什么我们要公平贸易，不想伤害盟友之类的。第四步，市场情绪反转。对于已经吓破胆的市场来说，这一点点好消息就像救命稻草，市场瞬间从最坏的打算修正为情况没那么糟，引发报复性的反弹。之前跌得有多凶，后来就涨得有多猛，这就是我们在4月看到的 V 型反转。所以Taco 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战和舆论战，它的目的从来就不是真的要实施那个毁灭性的威胁，而是特朗普的谈判手法。一来先给你一个下马威，然后来慢慢谈，从而达成自己的谈判目的。事后来看，由 Taco 交易引发的下跌，对于看懂这个游戏规则的人来说，都是一次绝佳的加仓机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次10月的黑色星期五和今年4月那次如出一辙吗？我们又该如何从中找到机会呢？在4月3日，特朗普突然在全球范围内宣布要征收对等关税，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都挥起了关税大棒。消息一出，全球股市应声倒地，恐慌情绪瞬间蔓延 ，VIX 恐慌指数一度飙升到60的极端高位。当时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末日言论，说全球经济要完蛋了，贸易战要打到底了。但是我看到了市场看不到的东西。在4月7日，我开了一场紧急直播，我告诉大家，这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关税政策，美国自己根本无法承受，它只是虚张声势的谈判筹码。紧接着，在4月9日，我紧急加开了 GMT， 我详细分析了关税战会有几个可能性，哪些行业、哪些股票是在这次非理性下跌中被市场错杀的黄金机会。我告诉同学们，当别人因为恐慌而抛售优质资产的时候，正是我们用便宜的价格入场的时候。后面大家都知道了，就在4月9日当天，特朗普政府突然宣布暂缓对部分国家的关税，市场应声微型反转，之前跌的有多凶，后来涨的就有多猛。这张图就是我们一位 GMT 同学在听完我4月9日的分享后，果断执行策略，获得非常好的成绩。他是在市场最恐慌，所有人都在割肉离场的时候把握住了机会，这就是认知的价值。那这次10月的暴跌和4月那次到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？相同之处，第一，剧本完全一样，都是特朗普先用极限施压制造恐慌，然后自己再出来放软话。虽然触发点不同，但威胁、恐慌、缓和、反弹的Taco交易流程一模一样。第二，市场反应类似，都是在威胁发出后，风险资产也就是股票、加密货币出现恐慌性抛售，避险资产也就是美元、黄金上涨，然后在缓和信号出现后，风险资产迅速反弹。不同之处，第一个不同，市场的免疫力提高了。4月份的时候，市场对于 Taco 交易还比较陌生，所以恐慌情绪被放得很大， VIX 指数飙到了60，而这次呢VIX 指数最高只到了22，说明市场已经被教育过了，大家心里都有个底，狼又来了，但可能只是叫叫而已。市场的恐慌程度远远低于4月。第二个不同，市场的反弹速度更快了。4月那次从暴跌到反弹中间隔了好几天，市场在底部磨了很久，很多人根本来不及反应。但这次呢，10月10号暴跌，10月12号就开始反弹了，只隔了一个周末，说明聪明的资金已经学会了这个游戏规则，反而在恐慌中快速进场捡便宜。这种反应速度意味着这次的黄金坑窗口期更短，机会稍纵即逝。所以这次的机会不仅是4月行情的重演，甚至可能是一次升级版的机会。对于我们这些看懂了剧本的投资者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更加清晰、更加确定的信号。那么看懂了过去，那接下来剧本会如何发展呢？剧本一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释放缓和信号后，中方也顺势而为，双方经历一轮延迟交锋后，重新回到近月的缓和状态，双方达成一项有限度的协议，虽然可能还会有小的摩擦和口水战，但整体局势趋向缓和，市场风险偏好回升。
大摩指出，中美短期紧张局势将会促成另一项有限度的协议，反映两国达成长期安排仍遥不可及，日后或需定期谈判，并按市况调整条款。整体趋势仍指向竞争性对抗，可能会有持续的非关税限制、较高关税水平以及美国推动产业政策，这个会是几率最高的剧本。因为塔口交易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回到谈判桌上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筹码。特朗普的100%关税威胁从来就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。这个威胁就像一颗战术核弹，它的威力在于发射之前，而不是发射之后。一旦真的实施，美国自身的通胀、企业的成本、消费者的利益都会受到巨大冲击，尤其是在美国政府还在闹关门、经济数据开始出现疲软迹象的当下。所以见好就收，把威胁变现为谈判桌上的优势，是最符合特朗普利益的选择。剧本2，中国方面对特朗普的口头善意并不买账，认为这只是故技重施，选择继续执行，甚至加码反制措施，例如宣布对更多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，或者在其他领域，比如科技、金融，采取反制。特朗普政府则不仅仅停留在口头威胁，而是真的实施部分关税，但规模有限，双方进入一种边打边谈、斗而不破的僵持阶段，最终仍导向协议，但伴随关税实施。在这种战术性升级的情境下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，但市场的不确定性会增加。这个剧本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，因为经过这么多次的塔口交易，中方的信任度已经大大降低，他们可能会选择用实际行动来测试特朗普的底线。这种情况下，市场的不确定性会增加，短期内会出现反复的震荡。市场会像一个钟摆，在谈判预期和摩擦升级之间来回摆动。剧本3，双方虽然在言辞上继续升级，互相放狠话，但实际上都在为达成框架协议创造条件。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做法，反而加速了谈判进程，最终促成一个比预期更快、更全面的框架协议。这种情境下，延迟升级反而成为催化剂，促使双方尽快回到谈判桌，达成一个阶段性的框架协议。这个剧本虽然几率不是最高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，因为双方都清楚，长期的贸易战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如果能够通过一轮做戏来满足各自的国内政治需求，然后迅速达成协议，这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好的。剧本4，特朗普的威胁只是第一步，在看到中方没有立刻服软后，他选择了最极端的选项，真的开始分批次、分行业的落实100%的关税，中美贸易关系彻底破裂，走向脱钩，全球进入新一轮的贸易战和经济衰退的阴影中。如果真的打持久战，中国经济会受压，可能要推出更多刺激政策来救市。美国也不好过，通胀会飙升，企业成本暴增，消费者买东西要付更高的价钱，最终双方都是输家，全球经济一起陪葬。我为什么认为这是几率最低的剧本？原因很简单，这是一条自杀式的路径，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，更不符合特朗普寻求连任的政治利益。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，那他将会失去所有的政治筹码。一个成功的商人，一个精明的政客是不会做这种亏本生意的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你认为哪一个剧本最可能发生？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看法和理由，我们可以一起探讨。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来了，无论剧本怎么走，我们作为投资者，钱包应该怎么走？机会到底在哪里？在我的 FTP 框架里 ，F 要看公司的真实价值有没有改变。这次暴跌，那些优质科技公司的盈利能力消失了吗？没有。AI 产业的成长故事结束了吗？没有。英伟达、台积电、微软这些公司，他们的护城河还在，他们的技术领先地位还在，基本面没有恶化，那这次下跌就只是情绪性的，不是基本面的。T 技术面来看，纳斯达克在这次下跌中跌破了10天线，但还没有跌破50天线，说明这只是一次短期的回调，中期的上升趋势并没有被破坏。P 市场心理已经到了极度悲观的状态，
10月10号那天晚上，191亿美元爆仓，160万人血本无归。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完了，熊市回来了的哀嚎。巴菲特说过，别人恐惧时，我贪婪。当散户都在恐慌性抛售的时候，正是我们应该冷静思考、寻找机会的时候。用 FTP 框架来看这次的黑色星期五，答案就很清楚了，3个条件都满足了，这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回想一下4月份，当所有人都在恐慌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做的？我们在4月9日的 GMT 紧急加开课上深入分析了市场错杀的机会，我们的同学也因此获得了超过70%的惊人回报。这不是运气，这是认知的变现。现在同样的剧本，同样的机会，再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。历史不会重复，但它押韵。错过了4月，你还要再错过10月吗？为了帮助我的同学和观众能够再一次精准地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，我会在10月14日星期二的晚上再次紧急加开一场 GMT。如果你不想再当一个被市场情绪左右的韭菜，如果你想真正学习到一套在危机中发现机会，并且敢于把握机会的专业投资体系，如果你想复制我们在4月份的成功经验，那么这次的 GMT 紧急加开课你绝对不能错过。名额有限，而且机会窗口稍纵即逝，请立刻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，加入我们的 GMT 大家庭。成为我们的同学，你不仅可以参加明晚的紧急加开课，更可以享受到我们一整套系统化的投资教学服务，从此不再焦虑和亏损，走上长期安心、超级盈利的道路。记住，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当别人还在恐慌和犹豫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行动了。好了，机会讲完了，最后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风险。首先，虽然我判断 Taco 交易的剧本会重演，市场出现机会的几率很大，但投资永远没有100%的确定性。我们必须对潜在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。在接下来的星期四，鲍威尔会出来发表讲话。在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，鲍威尔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引发市场的巨大波动。未来会继续降息吗？这个会直接影响全球资金的流向和风险资产的定价。所以星期四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，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。其次，Taco 交易本身就是一种高波动性的交易模式。这意味着，即使你看对了方向，市场在短期内也可能出现反复的剧烈的震荡。这对于投资者的心理素质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如果你没有一个稳固的投资框架，没有坚定的持股信心，你很可能会被震荡出局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，不要试图去预测市场的每一个短期波动，而是要聚焦于公司的长期价值。同时，你懂得风险管理，确保你永远有子弹，可以在市场给你机会的时候能够加仓。而所有这些，包括如何分析宏观局势，如何评估公司价值，如何建立投资组合和投资心态，都是我们在 GMT 课程中会系统性教给你的核心能力。我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够像一盏灯塔，在市场的迷雾中带你看清前面的路。投资的道路从来都不平坦，但只要你掌握了正确的、有系统的方法和心态，你就能够避开暗礁，发现别人看不到的宝藏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你一定要按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边同样感到焦虑和迷茫的朋友，因为我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给你听，让你更容易的吸收。我们下次再见。